王一博今日状态满满，85号赛车手呢已经抵达了珠海赛车场，开启 GT3 组的第一节试车，为明后3天的正赛正式做准备了。同样呢，也就是在刚刚，王一博无辜躺枪这事儿啊，小米 GT 官方也给出回应了。通稿中提出，本次活动因为人流量大，所以相关流程呢务必会更加的严苛，流程细化，只为了确保车手，然后车队工作人员的安全。没想到王一博之前说过的话会在今天正中某些人的眉心。我就是觉得户外它是最真实的，它会给你最真实的反馈。下雨了就是下雨了，天气热就是天气热，它不会给你任何的欺骗，它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会喜欢跟大自然接触，而不是喜欢跟人接触。哪像人呢会有那么多的嫉妒之心呢？再说到这位点评人，他的再次回应后边更是加了一句，我差点没笑出来，说我经常带孩子去看 F1 这样的专业性，但永远不会再看这种全脑残粉的。注意到了吗？问题找到了。这一连串的针对王一博的吐槽，他终于有了答案，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作为车圈人是多么的高贵啊，无非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带来的结果罢了。咱也不知道他到底在高贵些什么。首先第一点，对王一博车手身份不认可，张嘴闭嘴就是那个艺人。这个首先就是第一点要必须纠正你的，就是王一博他也是车圈的，他也是通过正规考试流程，一次次的刷圈分，然后一场场的竞争而拿到的正规执照的专业车手。只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艺人的工作身份罢了。可是呢，我只从他的口气中听到了他对这位所谓艺人这个身份的不屑以及自认为的优越感。我的天哪！第二点就是王一博没跟他交流，他没面子王一博架子太大了。可以看得出他在吐槽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明星和其他明星，甚至呢还有那位已经踩了缝纫机的，跟他对比，说跟他们以前在一块玩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热情交流体验什么的。好家伙，要不是我太了解王一博，我真的就相信你的话了。他只是一个不爱社交又三观很正的孩子怎么私下里没跟你们打成一片，就这样排挤人是吗？要不是大家都懂他这样一个性格，真的就信了你这样的鬼话了。官方都点名了，任何人都别想大放厥词。官方直接点名某人这条含沙射影的微博是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发声。中新社作为中央主要外宣媒体，它的权威性毋庸置疑，所以作为官方主流媒体梳理事件始末，既肯定了王一博参赛后对中国赛车的破圈、商业资源和推广势能，又解释了人流暴增、安保升级是必要的应对措施，并非某位明星搞特殊。反观某人吐槽的不过是家属技师拿不到免费证件，处处透着私心与偏见，也指出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有违法犯罪前科的车手是否能继续参与赛车相关工作，但公众的质疑本身就给出了态度，自己行差踏错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却还在网上以车圈专家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个笑话。不过今天一博的心情丝毫不受这些舆论影响，笑容依旧灿烂。啥也不说了，我们赛场上见。王一博，你真的是个粘人修狗。刚刚看到了一个假料说哥哥出门吃饭被弟弟微信轰炸，说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出门了，你的微信步数都动了。天啊，我真的看到快笑疯了。就这虽然异地吧，但是也一点不影响王波管控他哥呀。就这以前两人在一起工作时，也是哥哥走一步弟弟跟一步的。你看这两人正一起跑步呢，哥哥一走，弟弟也马上就想跟着走，看到哥哥回来了才又转头回去。这大家都准备下台的时候，看到哥哥又回来，也是就跟在后面，哥哥离开才跟着一起离开。最好笑的就是这期的天天了吧，你们见过有主持人跟着嘉宾一起离场的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主打一个磕啥锤啥，就咱们家王大锤你不服是真不行，主打一个看到我们磕啥他就锤啥。就这戒指我们最近不是磕到飞起吗？那人王一宝昨天去参加香奶奶的活动，不仅大秀特秀了，还拍了个视频秀呢。看到戒指了吧？闪闪发亮呀，两指并拢微微前伸，挺好的，看的也都挺明白的。
要不叫他王大锤呢？这拍视频戒指秀到飞起就算了，连封面人家都特地给了特写呢。就这手是真好看呀，而更好看的还是要数这无名指上的戒指呀。今天刚从小姐妹那里得到新的启发，她说这以后要注意小宝无名指上戴的戒指是不是一直都是同一个，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是婚戒没跑了。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这姐妹说的有道理，如果她戴戒指是品牌方要求的话，那下次应该不会再戴这个了。相反的，如果她下次还戴这个，那就证明了我们磕的是对的，并且呢，这个戒指肯定对她意义特殊，所以说下次我们要好好观察看戴的还是不是这款。我算是悟了，王一宝今天是疯狂来撒糖的。我去，今天的王杰，你有没有梦回那年的夏天？小奥出图说王杰玩的就是松弛感，我看你是在玩秀恩爱，这谁看了不发疯啊？这造型真的难道不是路飞庄正衣冠见良人吗？你是故意的吧？真的一毛一样啊！真的酷似那年弟弟用了3分钟快速的换上哥哥喜欢的路飞装。那年俩宝男见欠下了一个公开拥抱，所以走不出来的不只是我们吧？谁喜欢路飞装啊？今天大锤真的处处点题，处处秀啊！好家伙，他坐在船上看见那个兔子了，王杰这表情真的好明显啊！不愧是大锤，就算换造型也不愿意换帽子。看吧，果然是一家人。今天小到万物流动。万物，好吧，你俩就是万物夫妇了，是吧？哎呦喂，这届闺女不好带啊！还有一杯咖啡。王姐，你就直说，是不是我们漏磕了咖啡？昨天小欧不仅文案 Q 了咖啡，连视频里面唯一的一句话也是我在要一杯咖啡。不仅如此，大锤他还发了 ins 和油管，真的把能秀的平台都发了一遍。我去，我真的悟了，原来哥哥那次回国从新加坡也带了当地有名的伴手礼咖啡。大锤，我们真的知道了，帽子就是哥哥送的，孩子爱秀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上次那么爱秀，还是在豹猫，一夜之间把所有账号密码都全部记起来了。秀北不用管我们，反正我们现在看你视频，现在看到就是这样的。所以秀了那么多，唯一2次有声音的就是还有一杯咖啡。王杰心里肯定想这届闺女带不动，课堂速度跟不上我的节奏啊。一个是真兄弟，一个是好朋友，和同事一起拍照，要做最冷酷的酷盖。拍摄组打一个酷墨镜一戴，谁也不爱。但是跟他哥一起拍的时候，就是一个双标，不仅让摸手，还可以聊一下。不仅还要盯着赞看，还能在片场随时调起吵架模式。好家伙，王杰啊，王杰，你真的让我哭死！我们把又来检查作业了，全场的灯牌没有鹰眼看不到的吧？这韩哥细微的表情你品，大老师还来一句好多哦。王杰的蜜汁一笑就是看见了。哈哈哈！王杰，你汗流浃背了吧？娜姐对着你比枪，我去，那该如何应对呢？那好吧，那我比个赞吧。毕竟这是只属于他们2个人的暗号啊！来，短短几10秒，真的被王杰笑死。当小姐姐想要和王杰抱一下时，冷酷小狗变成了蹦迪小狗，真的难得典范啊！到最后还是礼貌性握个手吧，哈哈！王杰，你真的别太爱了，昨天节目演出佩戴的那朵花，
是江花，江花花语将记忆永远留在夏天，你也在想对吗？王杰这次不仅用了情侣话筒以外，就连耳返也变成了红黄绿。王国果实锤了吧？没办法，酸也没用。波波就是喜欢我们龟龟。Lacoste 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才落地不久就迎来的新代言，商业认可度真的太高了。再看这张照片，真素，素的脸上有几颗痣都能看清楚。我还是喜欢清淡的你，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花里胡哨。确实清淡，不花里胡哨，哥哥最爱。秀场外全是王八，为什么摩托这次没去呢？因为街机搞了这么大阵仗，波波停机坪直接走了，气得他们秀场就不去了，所以现场全是王八，只看到几个摩托，他们根本不敢闹，秀场成了王八的天下。怪不得今天看见波波这么开心，原来是下车看到了龟龟的应援了。对面好多红绿黄气球，还有一个祖传的王八灯牌。波波第一次回头，第一次的表情，扭头正好对上玻璃方向。紧接着第二次回头，表情就变成这样了。王一宝有多记仇？有仇当场必报警。首先都是别人先出手的。小豹子准备反击。弟弟是懂得运用工具的，哪怕你是个道具，绊倒我也要付出代价的。小狮子的头那是随便能打的吗？必须狠狠打回来，吃一点亏都不行。有的仇想起来就要报一下。我的准备，哎呦！被打后笑着向所有总炫耀，连打了，打得太严重了，必须用兵消肿啊！被哥哥打脸的仇，从古代到现在，穿越千年也得提醒你，打过我的脸。看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让人感慨，同是跨界参赛的明星车手郭富城、吴彦祖等人参赛时他都相处融洽，唯独这一次心态失衡，公开发声抱怨。赛事安保升级，证件审核收紧是主办方预估到场人流量，按照大型活动安全法规统一调度的管理措施，面对所有车队一视同仁，并非针对某一位车手。明星车手踏实投入训练，合规参与专业赛事，还带动赛车项目破圈，收获更多大众关注。反观有人因自身通行诉求没能加阅，就将情绪全部转嫁到认真备赛的车手身上，把对赛事规则的不满化作针对他人的片面指责，格局高下立见。赛场呢，本该专注竞速，与其向外宣泄负面情绪，不如专注打磨自身技术了。锦上添花，人人愿意；雪中送炭才最难能可贵。2020年，他身处舆论低谷，很少公开露面。现场的粉丝小心翼翼举着灯牌，主持人林海反复安抚大家，让所有人坚持住，多给他一点暖意。晚会当晚，平台邀他压轴连唱3首。结束后，全场工作人员、观众纷纷上前拥抱打气，在最难的时刻给予满满的支持。这份雪中善意，他始终铭记于心。之后，只要时间允许，跨年晚会都会选择东方卫视。不管活动行程多忙碌，离场的时候，他总会标准90度鞠躬，认真回馈每一份偏爱，永远记得所有向他伸出援手、给予温柔的人。谁能被这同宿暖光里的2位少年狠狠抽中？是我。同款落日柔光裹住蓬松的卷发，画面摆在一起格外的和谐适配。左边的他抬眸直视镜头，眼底干净透亮，少年感扑面而来；右边的他轻闭双眼，光晕勾勒，柔和轮廓，沉静又温柔。一抬眼，一垂眸，一明朗，一内敛，气质刚好互补，同一种光影衬出独一份的契合。相识相伴，走过漫长时光，不用刻意的互动，单单是相似氛围感的镜头同框，就能感受到长久相处沉淀下来的默契。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我在《金瓶3》的拍摄现场。现在85号车组呢，应该是换上了王一博上场。那么对于王一博来说呢，在接下来的试车当中，也要更多的去来适应这台赛车，包括了这样一个天气的情况。因为试车完了之后，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
排位赛的比赛了，所以这一节的试车呢，应该说时间呢是非常宝贵的，要尽量让车手呢迅速进入到状态当中。但是一博之前的准备呢非常充分啊，通过各种方式、体能、试车等等，来为这个周末的比赛进行准备。那么所以在状态方面，相信一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的赛提前也是预告一下，那么在第2节的试车之后呢，下午还有自由练习。那么排位赛是在明天早上进行，明天早上9点呢，首先进行 GTC、GTS 组别的第2节的排位赛，然后到了明天早上的9点50分，现在看到的 GT3 组别就会进行第1节和第2节的排位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今天主要还是试车和练习赛车来参加比赛。赛道上的其他的赛车呢，都放慢了速度。镜头当中，我们看到了85号车组，由于现在还是全场黄旗，所以大家只能够在赛道上慢速行驶。我们看到 GT3 的赛车啊，车尾下部的位置呢，还有个巨大的扩散器。那么所谓的扩散器呢，其实就是通过扩散器的这样一个空间的一个设置，能够让车底的气流更快的流动。车底的气流更快的流向车尾的话，车底就能形成一个低气压的这样一个区域。这样的话，车身的上半部分是高气压，车底是低气压。这样的话，就赛车会产生一种吸在路面上、压在路面上的这样一个空气动力学的状态。那么赛车的轮胎，车手方面的级别的车手，每个车手的评级呢，都会按照他的比赛成绩、比赛经验等等来进行评判。85号车组呢，也开始要提速了。那么前面有很多的赛车，刚好在这一段呢，也能够练一下跟车。85号车组的赛车呢，现在来到了14号弯，这是全场非常快的一个弯道。同时，这个弯道的出弯速度会决定整条看台大直路的速度。现在85号赛车紧跟着前面一台保时捷的16号的赛车，顺便也可以试一下气流。王一博贴前面的赛车呢，还是贴得很近的。16号呢是来自610 Racing 车队的保时捷911 GT3 Evo 的赛车，车手包括有胡博还有曹其宽。正好这一段的试车呢，也能够稍微练一下跟车。毕竟跟车的情况之下呢，赛车所面对的空气的状况是不一样啊，有一点点低气压的一个状况。跟着前车的话，这样的话直路上有可能会速度更快，因为空气阻力少了。但在弯道，特别是高速的弯道当中，有可能会感觉到赛车的下压力会减少。所以必须跟车也是一个车手要去在试车当中去观察这个环节，而且跟车跟着多啊，前车的车尾排出来的会是热浪，更热的空气，所以自己的赛车呢，有可能水温、油温、刹车的温度呢都会有所提升，这也是车队和车手都要观察的一个状况。所以试车要试的并不只是最快圈速，要试的是非常综合全方位的试车，看一下机械部件、轮胎、个人状态等等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试车是一个其实成绩并不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主要就是给大家更好的去适应赛车，让赛车也更好的适应比赛，来为接下来周六周日的正式的比赛做准备。现在看到85号赛车也马上要进入到了14号弯了，刚刚已经过了14号弯，那么总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85号赛车刚才的圈速是1分40秒092，这个节奏在跟车的状态之下是不错的。那么当然，目前的最快圈速呢是96号的赛车。那么96号车组的赛车呢，是一台保时捷911的 GT3 的 Evo。之外呢，排在第2位的是999号 Climax Racing 车队的赛车，那么是一台 MG 的 GT3 Evo， 目前排在第2位，圈速1分36秒573。接下来进入是非常慢的一个弯道，是7号弯。我们看到打方向盘其实打得相当多啊。GT3 赛车打方向盘打得最满的一个弯道，应该就是7号弯。7号弯。现在来到了9号弯重刹车的区域，这是连续的2个的左弯，节奏非常重要。这2个左弯跑得好，那么10号弯出弯的速度也会好。这样的话呢，也能获得更多的一个优势。王一博现在的驾驶非常稳健，毕竟对于这条赛道经过之前的试车，他也是非常熟悉。他现在进一步的接近了前面16号的赛车。
所以可以更多的来感觉一下跟车的时候自己赛车的各种状况的变化，包括下压力的一些变化所带来驾驶方面的调整。现在一博的赛车呢进入到了维修区，那么应该要对赛车的各个参数呢来进行一些调整，来进行一些提取。还是那句话，这只是试车，最重要的就是让赛车和人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应该要换上新的轮胎来进行测试。当然，这条赛道按照其他的车手反映啊，对轮胎还是比较友好，就是磨损的速度呢不算是特别快。但无论如何，也要把轮胎的磨损的状况要摸清楚，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为正赛制定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策略。我们看到旁边有倍耐力的轮胎工程师呢，也在检查轮胎的一个温度，在收取数据。这左边戴眼镜的这位工程师，他们会收集轮胎的数据，看一下一台保时捷911 GT3 的 Evo 的赛车参加难度也会更高。好，85号的车组赛车呢，现在重新呢回到了赛道当中。现在试车时间还比较充裕啊，还有大概37分多钟左右。哦，前面这台宝马的33号的 M4应该现在又出示了全场黄旗。所以我们看到85号车组里面的车手王一博，那么非常迅速的就减慢了速度，按照比赛的规则慢速行驶，而且不能超车。一博在这方面呢，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对于有一些可能比赛经验不丰富的车手，有时候会第一时间专注于驾驶，可能未必能留意到赛道旁边的赛车的发动机所发出来的动人的机械的声音，非常嘹亮的声音。而且呢，每一台车由于它的发动机设计的特性不一样，缸数不一样，这个整体的行程还有气缸的这个口径不一样，所以带来的声音特点不一样。比如说85号王一博的所驾驶的这台 AMG 的 GT3 的赛车用的是518大排量的发动机，那么这种空转的情况，职业车手可以选择这个介入的程度少一些，那么相对经验不丰富的车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traction control 介入的幅度可以更大一些。所以 GT 赛车呢，其实是非常友好丰俭由人的。那么职业车手或者是驾驶经验比较一般的车手，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装置来进行辅助。那 ABS 也一样 ，ABS 就是防抱死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好，那么这个 ABS 介入中的光临表示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比赛。而这个周末的比赛，相信将会非常非常的精彩。航拍镜头呢，现在也是给到了85号车组的赛车。现在王一博呢就坐在赛车里面在等待。那么刚才在第二节的试车当中呢，首先上车的是他的队友，然后接下来好，现在第二节的试车还有21分钟。GT3 组别的第二节的，我们从车载镜头再来看一下85号赛车。那么车手是王一博，他刚刚通过了14号弯，接下来到了看台大直路当中。好，接下来进入重刹车的区域，马上进入到1号弯。在弯道当中，明显看到方向盘有一些调整，那么也证明王一博已经把这台赛车呢逼到了极限。整体的速度应该会是不错的。4号弯同样这里是一个重刹车的区域，多吃一点路肩抛出去，然后过5号弯的位置，线路方面走得非常专业。那么接下来就是非常高速的7号弯，6号弯，接下来就是7号弯。7号弯刹车之前呢，路面有一点点下沉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赛车会有一点弹跳，但其实对于赛车的整体操控性，并没有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车手只要是有信心的话，这个路面的起伏影响不大。好，接下来呢，来到了9号弯，同样是一个重刹车的区域。珠海国际赛道的这个重刹车的区域是相当多的。现在过了10号弯，过了10号弯之后，一段的直路的加速，然后又再次重刹车，来到了11号弯。11号弯、12号弯呢是一个连绵的弯道。511号赛车呢，失控了，还好赛车能够继续行驶，所以对于比赛的影响其实现在并不大。
Uno Racing Team 的另外一台赛车。我们看到85号的这台 MG 啊，已经追到了前面的其中的一些赛车，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一个可以适应一下跟车，看一下跟车状态下呢赛车的状况怎么样，同时在可以的情况之下呢，也能够尝试超车找找感觉。当然这不是比赛，所以在超车的时候呢，可以不必要来的那么狠，因为试车只是试车，且所有都是不计算成绩的。18号 Team KRC 车队的赛车，车手是张晨东和张明阳，贴得相当近啊。那么在7号弯的位置，王一博的85号赛车呢完成了一个超越。接下来追赶的就是另外一台的宝马的 M4 的 GT3 的赛车，这是33号的宝马的 M4 GT3 赛车，来自 TBC by 610 Racing 车队的赛车，车手是杨百杰，还有 Now。这里是11号弯，11号弯、12号弯呢，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连绵的弯道。到了12号弯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抱弯心，可以慢慢的把赛车线往外面抛。王一博驾驶85号赛车，紧紧的跟着前车来到了14号弯，这不是一个超车点，两台赛车拼一下出弯的速度。大家14号弯都是过得非常不错的，也把路面的宽度完全用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赛车呢有一个更加好的过弯和出弯的速度。来到了1号弯。2号弯上路肩没问题，接下来3号弯呢是一个右向的高速的弯道，重刹车之后左向进入到4号弯，然后5号弯稍微多吃一些路肩，马上就是高速的6号弯。6号弯的弯心位置呢，路面也会有一点点的起伏。我们看到王一博的85号的赛车呢，在弯心的位置，因为路面的起伏弹跳了一下，但这个影响也不大。车手试车之后，对这样一些路面状况是会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在那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全油门过弯。来到了9号弯，85号车已经相当接近33号车了，所以试车的时候，这种跟车也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车手更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一台奔驰的 AMG 追赶着前面的宝马的 M4 的 GT3 的赛车。11号弯，弯心吃一下路肩，然后12号弯呢就不需要再吃这个弯心的位置了。好，85号车抽出来，前面的宝马赛车走内线，但是进入到维修区，所以呢，现在在王一博的85号赛车的前面呢，没有其他的赛车了。现在王一博练完了跟车和超车之后呢，接下来可以试一下的就是在没有前车阻挡、空气干净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一些圈速的一些刷新。现在第2节的试车还剩下12分钟多一节 ，Mercedes AMG 的 GT3 的 Evo 车型。好，85号赛车现在维修区当中，那么要换人了。王一博完成了这节的试车，整体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换上的就是他的队友 Melvin Moore。王一博下车之后回到维修区，那么也会看一下目前的。
was born to rise. The finish line keeps